在秘鲁首都利马北边200公里的海岸荒漠里，立着一群金字塔，它们的年纪和埃及吉萨那3座一样老。这件事，你的历史课本大概一个字都没有提过，连考古学家都曾经在他面前走过去，头也不回。这座城叫卡拉尔，安静地躺在苏佩河谷的沙丘之间，这一躺就是4600年。其实20世纪初就有人记录过这里，专家们看了一眼就摇头，没有黄金，没有陶器，应该只是几个不值钱的土丘。就是这一眼，让卡拉尔在教科书门外又多等了将近100年。在考古学的常识里，没有陶器几乎就等于原始，因为全世界的古文明都是先学会烧陶，才学会盖城市。1994年，秘鲁考古学家露丝·雪迪走进苏佩河谷，他盯着那些土丘看了很久，注意到一件所有人都忽略的事：这些土丘排列得太整齐了，6座大平台，2座圆形的下沉广场，全部对齐同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。沙丘不会自己排队，他决定动手开挖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沙层下面露出石墙、阶梯、广场和成片的住宅区，一座完整的城市就埋在脚下几公尺的地方。可是整座城翻遍了，还是没有一片陶器，连一块碎片都没有。按照教科书的逻辑，结论只有一个：这座城不会太老，因为没有陶器的社会盖不出城市。雪迪不跟逻辑吵架，他直接找证据。他把遗址里挖出来的芦苇编织袋送进了放射性碳定年的实验室。2001年，结果登上《科学》期刊，西元前2600年。这一个数字把整个美洲文明的起点往前推了超过1500年。也就是说，当吉萨的工人在尼罗河边搬运巨石的时候，太平洋另一端的卡拉尔人也正在往上盖自己的金字塔。两边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，却在同一个世纪不约而同做着同一件事，替他们的神堆一座人造的山。主金字塔的底座长150公尺，宽110公尺，高18公尺，体积抵得过4座奥运标准泳池。平台的顶端盖着房间与火坛，首领和祭司住在上面，离神近一点，也离人群高一点。盖它的人没有轮子，没有金属工具，没有能驮重物的牲口，连一个装水的陶罐都没有。他们的办法是芦苇袋，把碎石装进袋里，像堆沙包一样，一层一层砌进金字塔的地基。鼎盛的时候，河谷里20几个聚落围着它转，学者估计光是城里就住着大约3000人。一个连陶器都还没有发明的社会，到底是怎么动员上万人盖出整个美洲最早的城市？考古队把全城翻遍之后发现，真正奇怪的还不是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座城缺席的除了陶器，还有另一样东西——武器。没有刀，没有矛，没有棍棒，没有城墙，没有壕沟，上百具出土的骸骨里没有一具带着砍痕或剑伤。这不是保存的问题，同时代的世界到处都是战争的指纹。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把自己紧紧包在城墙里，埃及的法老在石板上砸碎敌人的头颅，留影1000年。再晚一点的商王用整坑的战俘替自己陪葬。同一个时代的乌鲁克人发明文字之后，最早记下的事情里就包括清点军队的口粮。在教科书里，文明与暴力几乎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。卡拉尔偏偏是个例外，考古学家挖了30年，找不到这座城打过任何一场仗的证据。不是10年，不是100年，是整整1000年。这座城和它周围20几个聚落没有留下一场战争的痕迹。那1万个人凭什么乖乖听话？答案的第一块拼图在海边。卡拉尔不靠海，可是它的垃圾坑里全是海，提鱼骨、沙丁鱼骨、贝壳堆成了小山。考古学家最爱垃圾坑，因为菜单不会说谎，这里的人吃鱼、吃豆、吃南瓜、吃果子，没有一根骨头来自战场。于是从20几公里外的渔港运上来的。渔港要的回礼是棉花，卡拉尔人用河水灌溉出来的棉花正好织渔网。你种棉，我捕鱼；你要网，我要饭。两边的生计从此绑在同一条绳子上。这就是卡拉尔的第一道城墙，不是石头砌的，是力编成的。开战之前，先想想明天的渔网和晚餐。第二块拼图埋在下沉广场的角落，32只笛子用秃鹰和鹈鹕的翅骨做成，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。骨笛上的孔位经过计算，吹得出完整的音阶。这批4000年前的乐器，今天拿起来还能响。圆形的下沉广场是一座天然音箱，几百人围坐，乐声从中心涌上来，像水一样罩住每一个人。
想象那个夜晚，火光、鼓点，32支骨笛一起响起。宗教不需要武力，它动用的是你的鸡皮疙瘩。神庙深处有一座常年不息的火坛，火焰靠着地底的通风道呼吸，像这座城市藏在石头里的心脏。第3块拼图最实际，这里是地震带，装满碎石的芦苇带铺在地基里，大地摇晃的力气会被几万个袋子分着吃掉。这套4000年前的防震设计，跟今天工程师垫在大楼底下的隔震层原理几乎一模一样。宗教给秩序，贸易给理由，工程给安全，3样东西加在一起，似乎刚好可以取代一支军队。可是这个解释有个洞，秩序需要管理，管理需要记录。谁出了工，谁领了粮，哪个聚落交了多少棉花，这些账总得记在某个地方。卡拉尔没有文字，连一块可以刻划记号的陶片都没有。他们的账本在哪里？2005年，答案自己从沙里露了出来，一束打满绳结的棉线，安安静静地缠在一根小木棍上。考古学家一眼就认出这个东西，4000年后，印加帝国就是用它管理1000万人口。它叫棋谱，结绳记事。在印加人手里，棋谱是一套真正的资料系统，结的位置是进位，结的圈数是数字，线的颜色和捻向是分类。一捆绳子挂起来，就是一份仓库清单，一张人口普查表，或者一本摊开的税务账。印加的意识背着棋谱在山路上跑，一个帝国的政令与账目就挂在他肩上的那捆绳子里。而卡拉尔出土的这一束比印加早了将近4000年，它很可能是全美洲最古老的一份文件。这条时间线本身就不可思议，同一种记事工具在同一片土地上连续用了4000年没有断过。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结账的时候还在用苏美人的泥板。有了账本，一切都说得通了，上万人的口粮、轮班、建材都可以被一双会打结的手管起来。金字塔的工地上，监工手里捏着的多半不是鞭子，而是一束绳子。每年整修神庙的季节，各聚落把劳力和物资送进城，广场上的大型仪式就是他们的纳税日。用节庆取代征税，用音乐取代军队，用绳结取代公文，这座城把统治做成了一场典礼。城市的中轴线顺着河谷铺开，每座广场和平台的开口都对着天空里特定的方向。有研究者认为，那是一部历法，哪颗星升起就该饮水播种，哪颗星落下就该收民收豆。天空是他们的日历，绳结是他们的档案，笛声是他们的广播。附近的沙地上还刻着一张巨大的脸，站在地面上看只是几道弯钩，要登上山脊，五官才会浮现出来。没有人知道那张脸是刻给谁看的，线条安安静静躺了4000年，不回答任何人。最叫人不甘心的是，一个管理的这么精密的文明，账本就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却打不开。印加的棋谱靠着西班牙人留下的对照记录被解开了一部分，卡拉尔这一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照。我们能读懂5000年前苏美人的抱怨信，却读不懂这束绳子上哪怕一个结。结在，线在，颜色在。它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是一份完整的却永远打不开的档案。里面可能只是一笔普通的棉花账，也可能是这座和平城市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这座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城市，连自己的退场都安排得同样安静。没有战火烧过的痕迹，没有瘟疫留下的乱葬岗，没有压在逃难者身上的断粮。他们像是收拾好行李，吹熄火坛，把门带上，然后离开。能让1万个人同时放弃家园的，不是任何敌人，是天。大约从西元前1800年开始，苏佩河一年比一年瘦，河谷的地下水位一路往下掉。地质层里读得出那段年代的天气，一边是连年的大旱，一边是圣婴现象带来的暴雨，两头轮着打。同一场气候灾难在世界另一头也留下了指纹，埃及的古王国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都在那几百年里跌倒。暴雨的年份，洪水灌进灌溉渠，泥沙淤死河口；大旱的年份，棉田干裂，沙丘1公尺1公尺往城里爬。海边的日子同样难过，圣婴让海水变暖，鲫鱼群整批离开，棉花与鱼的那条绳子从中间断掉了。贸易一断，城市的心跳就慢了下来。神明球不回河水，笛声再好听也留不住要吃饭的人。于是他们做了那个决定，封存神庙，买好祭器，把整座城交还给沙。没有人放火，没有人抢掠，这场大撤离安静的
像一场倒着举行的建成典礼。32支骨笛被整齐地叠好，埋进广场的角落，那不是丢弃，是安葬。人群沿着河谷散开，往北、往南、往山里去。卡拉尔这个名字从此再没有人提起。城死了，城里的发明却全部活了下来，而且活得比任何一个帝国都久。结绳传了下去，4000年后撑起印加帝国的粮仓，下沉广场传了下去，成了安第斯神庙的标准配备。连那套用仪式把人心绑在一起的统治术，都在后来的扎文文明身上又完整的活了一次。一座城市消失了，他写下的那套文明作业系统却一路升级，用到西班牙人登陆的那一天。于是有了那条奇怪的规律，安第斯的每一个后来者身上都流着卡拉尔的血，却没有一个记得他的名字。而这一切的源头在沙丘底下睡了3800年，等一个不肯走开的人。露丝、雪迪在这里挖了30年，经费断过，枪口对过，盗掘者一波一波来过，他都没有走。2009年，卡拉尔列入世界遗产，教科书开始一页一页改写，美洲文明的第一章从这里算起。今天你看到的遗址，就是它一寸一寸刷出来的样子，金字塔、广场、火坛，跟4600年前同一个平面。只是推土机还在遗址边缘试探，土地掠夺者盯上了这片沙，考古队到今天还在跟他们拉锯。一座熬过4600年风沙的城，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它被找到之后。黎明前，主金字塔的阶梯泛着冷光，风还在一层一层打磨4000年前的棱角。天亮的第一线光会准时落在主金字塔的顶端那个火坛熄灭的位置，然后雾从河谷漫上来，漫过6座金字塔的轮廓，和第一批卡拉尔人眼中的是同一种雾。我们总以为文明是靠建与墙撑起来的，卡拉尔用1000年证明还有另一条路真的走得通。只是那条路最后通进了沙里，他是走得太早，还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学会？荒原上还有更多没读完的档案，订阅暗史档案，下一个现场我们一起挖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让你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历史故事的深度解析。